那畅口呼吸可能会导致它齿列不正，因为鼻塞造成的脸部还有咬合的变形，外观就有所影响。大家好，我是耳鼻喉科阮志伟医师，很荣幸有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医学上的一些知识。主要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过敏性鼻炎。过敏性鼻炎，顾名思义就是当我们的鼻腔这个鼻肉它接触到外界的过敏源，我们的鼻子里面的鼻肉，它会诱发我们鼻子里面的叫做 IgE， 算是一个免疫的一个开关。那诱发这个 IgE mediate 的这个 immune 的 response 之后，就会刺激我们的鼻腔分泌 histamine， 就是我们的组织胺。那这个组织胺它就让我们的鼻子黏膜变得比较肿胀、充血，甚至开始鼻水流不停。所以一般过敏性鼻炎的病人通常会有以下几个症状，包括可能有清澈的鼻水流不停，鼻子很痒、揉、打喷嚏，甚至会有一些黑眼圈的部分。我们会把这个疾病分成轻微或是中重度。那轻微就是说，虽然你有以上症状，但是它不影响你的日常工作，不影响你的日常生活，通常是没什么关系。如果说你比较在意，可以考虑来医院用个鼻喷剂。那一般都是用类固醇鼻喷剂。市面上比较常见的几个，包括 Avamys， 然后 Nasonex， 或者是类固醇加抗组织胺的鼻喷剂，就是 Duphanex， 这三种比较常见。那当然还有一种是单纯的抗组织胺的喷剂，就是 Azathine。除了用药物以外，轻微的病人那应该要怎么预防？第一个是减少过敏的暴露，因为我们刚刚有讲过，这个疾病基本上是因为过敏源导致我们产生后续的一连串反应，所以要怎么把这些过敏源去掉？例如说我们居家用一些好的空气清净机，维持家里的湿度，就是除湿机，让家里的湿度比较低，降低霉菌的一些的滋生。那通常你的鼻子的症状就会控制。少数一些人他可能是中重度，这些症状影响到他日常生活，可能因为鼻塞导致常常头痛，晚上睡不好，半夜容易起来，甚至造成打呼、过于睡眠综合症的这些症状，他可能就需要来医院接受治疗。那当然首选还是回到鼻喷剂。那一般来说，大概30%到50%的病人会有蛮有效的进步。那有少数一些病人，他们可能在鼻喷剂的使用上可能不适应，或者是说他可能喷的效果不好。那这时候通常我们会做一些详细的理学检查，包括我们可能用鼻子的鼻镜去看看鼻腔的构造，甚至用鼻子内视镜去看看它的鼻腔里面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，甚至我们可以抽血去验你针对什么样的东西过敏，身体的 IgE 有没有高起来。那如果身体 IgE 有高起来，我们验 MAST 验到一些过敏源，看看你对什么过敏，排除这些过敏源以后，看看你的症状有没有改善。那如果还不行，考虑手术啊。手术目前有精确的，包括我们一般现在常讲的 radio frequency，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射频雷射，甚至 Coblate 冷触媒气化棒雷射，甚至有些用二极体雷射、diode雷射等等，都可以来治疗我们讲的这过敏性鼻炎。除了这个以外，还有什么样可以治疗？那包括减敏疗法。那减敏疗法包括用舌下含的或者是注射的都有。台湾现在已经有针对尘螨的减敏疗法，成年人可以含在舌下使用，这样慢慢降低对尘螨的过敏的反应。这样子。除了成人以外，那在小朋友身上其实也很常见，在小朋友身上会打喷嚏啊、流鼻水啊，有一些鼻子的症状。有时候造成的鼻塞会导致小朋友可能因为鼻子没办法呼吸，会张口呼吸。那张口呼吸可能会导致他齿列不正，它是因为鼻塞造成的脸部还有咬合的变形。那这样就比较讨厌，对小朋友的外观就有所影响，还是建议要来医院给医师评估，做一些治疗这样子。医师，你刚刚说张口呼吸，脸型会跑掉，会怎么变化？会变丑吗？我们可以找个图给大家看，就是标准的 adenoid face， 就是因为鼻塞，然后导致他一直张口呼吸，所以他的整个脸型会变得比较长，然后变得比较扁平，他的那个咬合的改变，然后齿列的改变，他整个脸型会有一些变化。如果把这一些呼吸还有鼻腔的问题改善，我的脸型会慢慢恢复吗？不会，就是如果小朋友他就是有这个鼻塞的症状的话，就建议要及早开始治疗，尽量不要让小朋友一直用口呼吸，因为口呼吸它其实会让小朋友整个脸型改变，它会让牙齿长得比较乱，它未来会需要矫正。小朋友的话其实很单纯，我们用鼻喷剂治疗就可以了。小朋友这鼻喷剂治疗效果非常好。其实我们最常发现小朋友是什么，就是小朋友可能注意力比较不集中。那原因是什么？因为小朋友他比较不专心。那什么样小朋友容易不专心？我们发现有呼吸睡眠综合症的小朋友比较容易不专心，就是他可能鼻塞，晚上睡不好，所以他白天去学校会比较分心，然后比较过动，然后可能没有办法配合，然后来医院我们就会发现说，其实很常这样的小朋友都有过敏啊，所以我们就会开一些过敏的鼻喷剂给小朋友用。其实对小朋友来说，其实效果很好。今天非常谢谢阮医师帮我们讲解，拜拜，拜拜。